这是我们书本的部分哈，你参照一下，其实我们已经上到第4章了。那图框上礼拜上到图框了哈，标题栏也还画完了，还没画完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接着讲标题栏，啊，那图面折叠跟装订，哈，这个课本的部分各位应该有，啊，那大部分 OK， 各位可以翻哈。翻到书，其实114不见得是114，因为还有目录了哈。那市井控制这都讲完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各位看到那个图框，啊，我们要完成的图框是这一张图框，各位就翻开你的课本哈，这一张图框，4×8，图4×8，126页这张图框。好，上次是把外面这标题栏画完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印象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看看我那张图还在不在哈？啊，举例来讲哈，各位的随身碟哈，好，这是一个随身碟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随身碟。那这个随身碟我习惯插上去，如果你把它当做储存碟的时候，你把它插上去的时候，电脑会侦测到。侦测到的时候，这就是上次那个随身碟的内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，它就自动会呈现。那你在这边只要，按右键新增资料夹，好，就会出现一个。那你在这边出现一个 CAD， 它就会完整的呈现，就是说将来你的资料、下课等等的都会在这边出现，懂了没有？好，那我也希望这也是一种方式。那云端会用更好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习惯，哦，你看这个是我在桌面上的，哦，如果我在开启用档案总管来开，你就会看到我的 F 碟上面有一个 CAD 资料夹，了解吗？哦，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上礼拜处理的东西哈，那这举个例而已哈，这个还没有画完哈，那这个图框的话哈，来这有一个2022。另外一个，你要会慢慢的整理整理你的硬碟，整理你的系统，让它简化。好，有时候操作的时候，时间一久，它会怎么样？会变慢。哦，看这是量距离哈，那这我不用了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你看到哈，看不到图的时候按个 Z， 按一个1，看看有没有。好，那这一个很显然是没有东西哦，是桌令1，对不起，我还要开启哈。这是上次存的，我把它改成图框2022，了解吗？好，了解哈。那这两边距离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我也要让各位再开启一个我画好的啦，这样比较好去那个哈。好，我们画好的部分来看哈。这就是往上一层目录，了解哈。那有时候你有节，好，终于找到这一个图框了哈，好辛苦哦，这就是放东西的时候没有在一定的资料夹里面，你就找不到。那老师会找不到，是因为老师上课的科目太多。这跟你讲一下。好，我们要完成哪一个呢？我们要完成这一个。好，这一个。那这个图框档，你可以看到这图框都标了尺寸了哈。那我们来比对看看哈，我们要完成这个 CAD 2022的图框哈，图框2022。那第一件事情，它的图纸大小，各位在画图的大小不能够凭这样来看，这到底是多大 ？DI， 第一件事情要去查询它的指令。那 OSNAP 做设定了没有？上次都谈过的东西哈，到这边是不是有没有看到底下的内容？4229.7，这就是 A3， 看不到按一下 F2， 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它的尺寸。OK， 我们要这一个。那这个距离多少？这边是2，这边是1.25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图框上次画成怎么样？哪一个是2？这不是2哈。所以你 DI 查看，这一看就知道哈，这 1.25 有没有 1.25？
这是1.5，所以呢，整个要移过来1.25，好，1.25，然后呢，1.25的时候，来，我们怎么移动它呢？现在教一个指令叫做 move， 移动它，好，移动它，然后这个点下去，点下去 ，Enter， 这个基准点给它，它是1.5， 1.25，是不是移动0.25？记得一个小老鼠 ，x 等于小老鼠打下去喽，哈 ，x 等于0.25逗点0，有没有看到它移动了？好，这是移动它0.25哦。再来往这边，你看这个距离是多少？我以这个图为主，2公分。上次没有画完嘛，哈，画的也比较草率嘛。那这个多少？再检查一次，这个是1.5，要移过来0.5 move。这个对不起 ，escape， 如果不清楚的话 ，escape 就退掉。选择这一个档案，按下选择这一个图源，按下 Enter， 从这边点下去，基准点小老鼠1.5到2是不是0.5？ 0.5逗点0。好，它也移过来了，看有个线跑出来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就代表这个框位已经完成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垂直的线段我都到定位了。好，再来呢？我们再看哈，再来，这些多出来的线条怎么办？我们把它剪除哈。来，先讲这边好了，这边没有到达的，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填上去？怎么填？好，用一个 extend 的意思就是说，让它延伸这条线段。你选一个边界，好 ，OK。然后，对不起，边界跑掉了。B 选边界 ，Enter， 点下来，它就过来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注意看哦，没有点哦，点上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再来，最后完成，按下 Enter， 有没有看到？接上去了。这个叫做 extend。就是把线段延伸，然后第二个，如果线段多出来怎么办？好，我们介绍一个指令叫 trim， 好 ，extend 在这里，好，我为什么要用工具列？好 ，extend 在这里，那 trim 这叫延伸 ，trim 在这里，修剪 trim， 好，那怎么修剪呢？要给它边界 tr， 打 tr 接下来是精简指令。Trim， 有没有看到后面它有一个刮弧 TRIM？Trim Enter 之后，要给它边界，好，不然它现在比较进步哦。2022是没有边界可以这样直接剪哦，可以哦。旧的2014要给它边界哦，了解吗？那旧的只要给它边界之后才能够剪，好，那像它这个进步一点，直接剪了，好，如果你没有，你就要给它切割边。但是你的软体执行这边就不一样了，了解吧？你那边是要给他这一条边界告诉他才能够剪，那现在2022直接剪掉，是蛮进步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各位记得这个方式就是左边框、右边框，因为装订页在这里，好，所以这个就完成。好，上礼拜这个图框还没有很完整，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来，这边上下1.25没有问题，我们检查看看是不是1.25。好，再检查 DI， 好，1.25 OK。下面呢，按一个 Enter， 也是1.25 OK。好，这个边框外边框就完成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希望它编的时候，等一下再教你编聚合线哈。你看这个图框，我点下去，4条线是在一起哦，没有，它没有4条线，等下编成4条线，编成1条线好。再来，我们来看这一个距离，这边告诉我是 L， 这边是1/8 L， 这是1/4 L，
等一下同学不要再来问我了哈。这个距离多少？我直接打给你哈。这个距离，这个距离是2公分。这都一样，好吗？好，那2/8是多少呢？这边有个38.75，你再除以8，那就是38.75除以8嘛。好，那怎么做呢？其实这个图形很多种做法哦。先除以4，再除以8。好，那我们看38.75，你来看里面是不是38.75？ 38.75，好，太好了这正确。来，我现在要做1/4，怎么做？来，先按下 Offset， 偏移复制。我已经教了3个编辑指令了 ：Extend、Trim、Offset。好 ，Enter 下去。第一件事，上次有教透通指令，对不对？然后呢 ，Enter 旁边这个键叫做1撇的键。有没有看到 CAL？ 按下 Enter， 然后刚刚38.75除以多少？除以4 ，Enter。好，这时候第一条线分隔线就做出来了。按下 Enter， 把这个上面不要的部分剪除 ，TR， 就这样就剪掉了。好，那你们以前的是，你们的版本可以按下 Enter， 剪掉这一个，方法都一样。Enter 指的是全部都选，你的2014版可以这样处理，这是2022，它进步了，因为这个 Trim 之前非常不好用，常用，但是常常要做好多动作，尤其一个初学者，那为什么要先指定边界，告诉电脑这一条线从哪里切断？你的直觉是说点下去这条就要切断，那2022已经做了直觉化的处理，这是它差别的地方。好，那再来是不是1/8，对不对？那1/8怎么做？这1/8，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嘛，不用再做过去了。1/8，那刚刚已经算过了1/4嘛，那你就再一样，Offset 偏移复制 ，Enter， 然后呢？撇一撇透通指令 CAL Enter 38.75除以8，各位不要管小数点是多少，它自己会帮你算。再来呢，点选左键点选这一个往右跑，点选往右跑，点选往右跑，点下去往右，对不起右。这个就完成了。再来，我刚刚讲了，这是2公分的，从哪里开始？从1个、2个、3个，有看到那这中间又要画一半，一条对切的线来。这一条对切线怎么画呢？直线指令 L， 或者你要用这个 L 也可以。那如果你的是那个制图与注解的功能表，你习惯用那个都没有关系，你就 L 打 L 都可以解决。这中间点没有看到，你如果没有看到的话，你没有设定的话，记得在 OSnap 里面设定。对不起它这样没有办法处理L 之后你就必须要用 Shift 右键终点，懂吗？这切到哪里？对不起，我忘记切到哪里了。再看一次切到哪里，全部那我就再做一次再看一次从这一格1/8开始切对切，好，这边开始对切 L， 告诉他先画直线，从哪里开始画？从这个的终点。如果你有按 Shift 右键的话，就会出现这一个。如果你有设定 OSnap 的时候，直接抓到终点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这是2种，这是不一样的输入方法。这是垂直点，如果没有，这边没有办法抓终点这要抓垂直点。OK，Enter， 对半就切开了。后面这3个是2公分，再做一次 Offset 2公分，2给它 ，Enter。好，
哎，这个切错了哈，可以按 U， 知道吗？直线按错可不可以 U？ 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图框按下 Enter 就完成。记得随时做完，随时做一个动作，懂吗？我刚刚存在哪里，你就存进去。好，这是养成一个习惯。注意下面是不是2000的图档？好，储存，替代。好吧，那各位操作看看啊。